艾米丽塔是一位邮购新娘，为了能让家人摆脱贫困，她甘愿嫁给了大28岁的丈夫。虽然两人是靠金钱走到一起的，但婚后的生活过得还算不错。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仅仅过了几年后，艾米丽塔就毫无征兆地消失了。警方介入调查后，没有找到可用线索，但却意外发现了一系列离奇的死亡事件。通过拼凑出来的证据，他们终于抓获了一名隐藏在背后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这里位于德州东北部，距离沃斯堡以东12公里，达拉斯以西32公里，常住人口大约39万人，是该州人口第3大县塔特兰县下属的一座城市。阿灵顿在全美300多个大型城市中，城市安全排名第13位，被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德克萨斯游骑兵的主场就坐落于此。主人公艾米丽塔出生于1968年5月28日，案发时26岁。艾米丽塔来自菲律宾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们家中共有11口人，一家老小全都住在只有2间房的棚户区里。艾米丽塔的父母没有正经工作，每月收入3美元左右，这点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已经非常困难了，根本没有办法供孩子们读书，所以艾米丽塔从小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成年后，艾米丽塔参加了社区组织的选美比赛，她凭借出色的外表从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艾米丽塔的父母似乎也从中看到机会，他们希望女儿可以嫁个有钱人，改变一家人的生活。于是在18岁那年，艾米丽塔就在父母的要求下成为了一名邮购新娘。所谓的邮购新娘指的是通过婚介公司的宣传从而出嫁的女性，这种婚介方式有别于一般的征婚广告。邮购新娘的广告内容通常会把待嫁女性拟物化，例如在宣传时会打出保证身体健康，3个月内娶回家，跑掉包赔等相关描述。而在一些不被允许的地方宣传时，婚介公司则会修改一些描述手法，让其看起来和普通的征婚广告没有差别。一般来说，邮购新娘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他们要嫁的通常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男性，当然也有一些真的是为了爱情出嫁的，但绝大多数仅仅只是为了改善自己或者家人的生活。艾米丽塔在把照片刊登到邮购新娘的杂志上以后，获得了很多欧美男性的青睐，期间有多名男士与她建立了书信来往，还有好几位追求者亲自登门拜访。然而到底要嫁给谁，并不是艾米丽塔说了算，她的父母在众多追求者中挑选了一位叫杰克的46岁退伍老兵作为女婿。选择杰克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只因杰克答应他们，除了结婚的费用以外，每月还会支付250美元的生活费。于是在1987年，两人交往的4个月后，艾米丽塔就嫁给了大她28岁的杰克。结婚后，两人的生活过得还算不错，杰克兑现了之前的承诺，每月都会按时支付艾米丽塔父母250美元的生活费。当艾米丽塔遭遇邻居们的风言风语时，杰克也总能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妻子的尊严。1991年，两人结婚的4年后，杰克和艾米丽塔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西奥。西奥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增添了很多欢乐，同时也让这对年龄相差悬殊的夫妻多了一份维系婚姻关系的纽带。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对一开始靠金钱走到一起的夫妻日子将会越来越好的时候，艾米丽塔却在日后的一天毫无征兆地消失了。1994年10月13日，一个平静的周三下午，当地警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一名叫蒙娜丽莎的女子报告称，朋友艾米丽塔已经2天没有消息了，希望警方可以到她家检查一下。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来到艾米丽塔的住所，敲门后，她的丈夫杰克走出了房间。杰克表示，艾米丽塔没有在家，他也不清楚具体在什么地方。不过艾米丽塔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有时一出门就是好几天，这种情况他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既然丈夫都这样说了，警方也没有什么理由继续调查，于是谈话结束后，他们就离开了。5天过后，警方得到消息，艾米丽塔仍然没有回家，这时他们才正式以失踪案介入调查。开始调查之前，
警方首先要了解艾米丽塔的人际关系以及可能会去的地方，于是他们再次找到杰克了解情况。这次杰克的表现和上次有所不同，他非常沮丧地对警方说道，艾米丽塔的私生活非常混乱，她有一位同性情人蒙娜丽莎，还有一位异性情人托尼。艾米丽塔是邮购新娘，本身他们的感情基础就不牢靠，他认为一定是妻子厌倦了这种老夫少妻的生活，和其中一个情人私奔了。听完杰克的说法后，警方也认为两人的夫妻关系比较脆弱，如果杰克的说法是真的，那艾米丽塔很有可能就是和情人私奔了。为了验证这种说法，他们又找到了报警人蒙娜丽莎进行了询问。蒙娜丽莎表示，她确实和艾米丽塔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但他们平时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最后一次见到艾米丽塔发生在10月11日，当时他们在餐厅一起吃了午餐。临走时，艾米丽塔说，下午她计划先回家洗澡换衣服，然后再去找朋友托尼。不过这次离开后，艾米丽塔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蒙娜丽莎还向警方透露，艾米丽塔和丈夫的关系最近很紧张，之所以还能和杰克一起生活，全都是为了她远在菲律宾的家人。一开始杰克对艾米丽塔还是很不错的，但时间久了，杰克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杰克一直怀疑艾米丽塔在外面有不正当关系，于是就给她买了一部手机。杰克要求艾米丽塔每隔几个小时就要汇报一次去向，这种变态的控制欲让艾米丽塔非常苦恼。更重要的是，杰克一直没有把艾米丽塔当成妻子，而是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工具。杰克曾经3番2次要求艾米丽塔和自己前任的儿子发生关系，但这种无理的要求遭到了艾米丽塔的拒绝。还有在艾米丽塔怀孕时，杰克一直怀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于是就把艾米丽塔赶回了菲律宾老家。直到儿子西奥出生以后，杰克看着西奥的照片，认为和自己长得很像，这才又把母子2人重新接到美国。经历了种种事情以后，艾米丽塔对杰克失望透了，她再也无法忍受杰克对她身体和心理上的摧残，于是就打算带着儿子西奥离开。虽然艾米丽塔没有说过要和谁走，也没有透露过准备去什么地方，但她曾经多次提起过，如果自己失踪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因为肯定是杰克干的。听完蒙娜丽莎的说法后，丈夫杰克和情人托尼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考虑到艾米丽塔失踪当天准备去找情人托尼，于是警方首先对托尼进行了询问。托尼表示，当天他一直没有联系到艾米丽塔，也不知道艾米丽塔去了什么地方，不过他怀疑艾米丽塔的失踪肯定与丈夫杰克有关。接着托尼对警方讲述了艾米丽塔和杰克之间发生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通过相应的不在场证明以及测谎，托尼洗脱了嫌疑。2天后，警方接到消息，艾米丽塔的汽车出现在了沃尔玛的停车场。在对汽车检查后，警方没有发现血迹或者其他可疑的迹象，只有汽车座椅被调整到了最靠后的位置。艾米丽塔的身材比较瘦小，她的座椅位置不会如此靠后，所以警方推测汽车一定是被别人停到这里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这表明艾米丽塔很可能已经遇害了。接下来警方又对最后一名嫌疑人杰克进行了审问。坐在审讯室里的杰克表现得非常积极和配合，他一再声称自己不知道艾米丽塔的下落，也绝对和这起失踪案没有任何关系。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他甚至主动邀请警方现在就去家里检查一下。看到杰克振振有词的说法，警方使用了一种常见的审讯技巧，他们声称现在可以去他家里检查，然后又顺带给杰克普及了一下 DNA 方面的知识。警方对杰克说道，当人在去世后， DNA 就会从身体上脱落，掉落在地上的 DNA 不论怎么打扫都是清理不干净的。如果艾米丽塔就死在家里，那他们一定能检测出相应的证据。在当时 DNA 还不普及的年代，一般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种技术，所以杰克也不例外。在警方连吹带忽悠下，杰克完全相信了。他赶忙解释道说，今天有些不太方便，等改天再邀请警方去家里检查。杰克的举动无疑证实他撒谎了，刚好他也正中了警方设计的圈套，于是警方假装同意，然后就让杰克离开了。接下来的几天，警方对杰克进行了秘密监视。杰克在这段时间对家里进行了彻底换新，他买了新地毯和一些其他家具，替换下来的物品全都被他丢弃了。杰克的所作所为全都被监视的警方拍了下来。
当警方拿着这些证据再次找到他时，杰克狡辩称地毯有些旧了，他只不过换了一张新的而已。接着警方问道，旧地毯被丢到什么地方了？他们要找来做 DNA 检测。杰克回答说，旧地毯被收垃圾的工人带走了，他也不知道丢到了哪里。其实警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找到那张旧地毯，当年 DNA 分析技术还不成熟，做检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不一定会有结果。警方的目的是要打乱杰克的思路，从而在他的嘴里套出一些有用的线索。在与杰克交谈的过程中，他无意间透露，在与艾米丽塔结婚之前曾经有过3段婚姻，其中他第2任和第3任妻子全都因为事故去世了。这条线索马上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认为这一定不是巧合。既然现在还没有艾米丽塔的线索，于是就打算先查一下杰克的前妻是因为什么事故去世的，看看能否在其中找到与本案相似的地方。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时年54岁的杰克一共有过4次婚姻。第一次结婚时，杰克18岁，妻子阿莫丽斯15岁。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仅仅2年后就被阿莫丽斯的母亲单方面终止。离婚后，杰克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军人。他被军队派往意大利执行任务。在服役期间，杰克认识了第2任妻子莎朗。杰克和莎朗在1961年结婚，并在意大利先后有了瑞奇和兰德尔2个孩子。1967年，杰克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杀死了一名意大利男子，家人为了避免杰克受到惩罚，他们向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起了请愿。最终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意大利当局撤销了对杰克的指控，他们一家被驱逐出境。回到美国后，杰克和妻子定居到了德州。几年后，杰克再次参军入伍，这次他又被军队派往了韩国。杰克在韩国服役期间，独居在美国的莎朗爱上了别的男人。经过考虑后，莎朗向杰克提出了离婚。杰克在接到离婚通知书后，第一时间回国，打算挽回妻子。然而就在他回来的几天后，莎朗就意外离世了。根据当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事发时莎朗全身赤裸，上半身躺在床上，下半身悬在床边，2腿中间依靠着一把霰弹枪。杰克声称，当时他正和儿子在院子里玩耍，听到枪响后才发现莎朗开枪自尽了。杰克认为莎朗一定是出于内疚才选择了自我了断，并且他还给办案警员提供了莎朗的遗书。这份遗书在经过自己专家鉴定后，确定是莎朗写下的，所以这起案件就被裁定为是自杀。莎朗的尸体没有尸检，只留下了一张案发现场的照片。这件事情处理完后，杰克又重新回到韩国，在那里他又认识了第3任妻子明慧崇。杰克和明慧崇于1980年在韩国结婚，几年后因为杰克工作变动，2人又重新回到美国生活。然而就在他们回美后没多久，明慧崇就在德州惠特尼湖溺水身亡了。当时杰克声称，明慧崇是在他离开木筏去挖鱼饵时，不小心自己掉到了湖里。不过这种说法遭到了明慧崇家人的质疑。惠特尼湖水深只有3米左右，明慧崇会游泳，不太可能会溺水。另外在举办葬礼的时候，明慧崇的姐姐注意到妹妹的手臂和身上有很多抓伤和淤青，于是就想事后对明慧崇进行尸检。不过这个要求杰克没有答应。葬礼结束后，杰克就强行把明慧崇的尸体火化了。虽然明慧崇的家人对杰克的做法非常不满，但他们也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情最终也就不了了之。警方在了解完这2起事件的整个经过后，对当年的处理结果感到非常气愤。他们认为这2起案件存在很多漏洞，很明显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杰克搞的鬼。为了将杰克绳之以法，警方决定重启案件的调查。他们仔细分析了莎朗案中留下的那张现场照片。当年杰克在做笔录时说道，他认为莎朗是坐在床边用脚扣动了扳机。不过血溅分析专家认为，枪响时莎朗是站着的姿势，他大腿上的血液流向呈现 L 形状，这表明莎朗是在中枪后向后摔倒，从而导致流出的血液改变了原来方向。如果是坐着的姿势开枪，血液飞溅和流向完全不会是这种情况。虽然理论是对的，但这并不是直接证据。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莎朗重新开棺验尸。想要走这项流程，必须要征得家属同意，找杰克签字他肯定不会答应。于是警方绕开杰克，直接找到了莎朗的父亲。莎朗的老父亲在得知要重新调查后，情绪非常激动。他一直认为女儿是被杰克打死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终于让他等到了伸张正义的机会。有了沙朗父亲的许可后，警方立即行动，很快将安葬16年的沙朗重新挖出。当年沙朗在下葬时，杰克为了表现自己，特地订购了一款非常高端的金属棺材。金属棺材的密封性很好，而且当时还有做防腐处理，所以尽管10几年过去了，沙朗的尸体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尸检结果表明，沙朗左侧胸部有一处枪伤，法医通过分析弹道轨迹后得出结论，开枪时霰弹枪的枪口在高处，角度略微向下，沙朗不是趴在枪口上用脚扣动了扳机。为了得到更详细的数据，法医又测量了沙朗的身高、腿长等相关数据，然后他们又找了一位与沙朗身材数据相似的女性做了一项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按照形成弹道轨迹的姿势，一个人是无法完成击发动作的。这也就很好的证明沙朗不是自己开枪，而是被杰克打死的。有了直接证据和相关材料后，警方马上申请了逮捕令，将凶手杰克抓获。在抓捕时，杰克正在给另一名菲律宾女子寄信。原来在这期间，他又忍不住寂寞，打算再重新邮购一名新娘。当警方告诉杰克他因为杀害妻子被抓捕时，杰克一脸茫然地问道：“你们说的是哪个妻子？”警方告诉他是第二任妻子沙朗后，杰克瞬间懵掉了。在被逮捕后，杰克仍然嘴硬，既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也不交代艾米丽塔的下落。没有办法的警方又申请了搜查令，打算到杰克的住所寻找相关的证据。不过此时杰克家早已经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警方前前后后找了好几遍，也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就在警方对案件的调查快要失去希望的时候，他们迎来了一个转机。杰克与沙朗的小儿子兰德尔告诉警方，得知父亲杀害母亲后，他感到非常气愤，决定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全都说出来。兰德尔表示，他亲眼看到过父亲在艾米丽塔失踪后扔掉了很多东西，用来丢东西的汽车也被父亲清洗过很多次。父亲曾经和他说过，艾米丽塔的手机被藏在了家中隐蔽的地方，而艾米丽塔的尸体虽然父亲没有说，但他怀疑可能被埋到了经常去野营的惠特尼湖公园的某个地方。根据兰德尔提供的线索，警方在杰克的家里找到了艾米丽塔的手机，不过在对惠特尼湖州立公园搜查后，他们没有找到艾米丽塔的尸体。1995年10月1日，艾米丽塔失踪的近1年后，一对在惠特尼湖野营的父子意外发现了一堆人类遗骸。遗骸除了舌骨丢失外，其余部分完整，头部没有枪伤，也没有骨折现象。经过牙科记录比对后，确定遗骸就是失踪的艾米丽塔。由于遗骸无法直接确定死因，于是法医使用了另一种方法。他们通过分析遗骸肺部附近的土壤，在里面发现了一种名叫硅藻的单细胞微生物。这种现象说明艾米丽塔在被掩埋时肺部里有水，因此法医判断艾米丽塔应该是被掐住脖子按在水里淹死的。这个结果也得到了其他证据支持。艾米丽塔4岁的儿子西奥回忆到说，当晚他看到父母在浴室里发生了冲突，没过多久母亲就倒在了浴缸里。后续警方为了完善证据链，又从惠特尼湖公园的管理员那里获得了出入公园的通行记录。记录表明，艾米丽塔失踪的2天后，杰克曾经开车去过那片区域。截止到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尽管杰克不承认犯罪，也不交代犯罪动机，但他们认为杰克的作案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妻子要离开他。杰克是个人格分裂、控制欲非常强的人，他对妻子的行为举止有很多要求。当妻子受不了他的控制，想要离开时，杰克就会以得不到就要毁掉的心态对妻子实施残害。1996年1月，杰克因为谋杀第二任妻子莎朗被判35年监禁，7个月后又因为谋杀第4任妻子艾米丽塔被判99年监禁。虽然第二任妻子明慧虫的死因也非常可疑，但由于缺少证据，加上尸体已经火化，检方没有任何办法对杰克提起指控。好在最后杰克得到了应有惩罚，不然还会有下一个、下下一个受害者。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